此刻的高冷总裁正在睡觉，突然飞来了一只黑鸟，落在他的床头灯上。他听到动静，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，却发现墙上有一个黑影正拿着刀向他刺下。随即眼前又出现一个恶狠狠的女人在床边盯着他，他吓得尖叫并向后闪躲，原来是做了一个噩梦。此时的刘青回家准备拿点东西，正好听到了婉晴的尖叫声，他赶紧冲了上去，推开了房门，看到婉晴因为害怕缩卷在床上瑟瑟发抖，他上前轻轻从后背拥抱住了婉晴。别怕，有我在，没事了。而正是因为这句话，让婉晴想起那天被绑架时候的场景，她依稀记得有人抱着她说了同样的话。此刻的高冷总裁居然没有拒绝，就这样被赘婿小保安抱住，我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。刘青赶忙解释自己是太想念小猫，顺便回来拿点东西。转身准备离去的时候，婉晴似乎想到了什么，她一把抓住了刘青的手，拉开了他的衣袖，发现了他手上的伤口。他当时昏迷中迷迷糊糊看到救他的人被歹徒用刀划伤了。他问刘青为什么救了他却不告诉他，而刘青觉得保护他是自己的责任，不需要多说什么。你是认真的要和我离婚吗？刘青为了留在他身边，提出了做他的保镖，而此时的婉晴也没有拒绝的理由。第二天上班，婉晴提出要立下几个规矩，结果刘青先说了起来。我都想好了，第一，只要是我认为有安全隐患的事情，未经批准你不许去做。第二，我执意要在场的场合，你不得以任何理由让我离开。第三，不管你要见谁去哪儿，都得提前向我报备。虽然刘青从老公升级成了保镖，但他只有能在婉晴身边，他就很满足了。看他这脸皮厚吃的够的架势，我也应该跟他好好学学了。这时刘青的小迷妹于曼珊正好开车经过，刘青上前就一顿吹嘘，说之前的绑匪已被抓获，他也洗清了不白之冤。穆总还离不开他，特地聘请他为私人保镖，他脸皮的厚度，小潘自愧不如。随后导演安排了 BGM， 他们二人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，一同前往办公室。婉晴来到办公室后，全叔告诉婉晴，最近公司的外界传闻不太好，组织了一场慈善拍卖，目的就是做些正能量的事情，树立公司的形象。而还有一位德高权重的古老先生也会参加。当年集团公司出现重大危机，也是古老先生相助才绝处逢生，当然那是老一辈的事情了。婉晴也想感谢他老人家。婉晴来到了闺蜜小付家，告诉小付之前的绑架是刘青救了她。小付却说刘青也不一定就是什么好人，所以得出结论，你跟你女朋友的感情就输在了她的闺蜜上。刘青得知婉晴想见古老先生，便拜托雷硕查到了古先生的位置，随后来到了古先生所在的地方。此时的古老正在逛街，还被服务员嫌弃了，原因竟然是古老在店里已经咨询了一下午。见服务员不搭理，古老假装身体不舒服，引起众人的注意。刘青二人见状立即上去帮忙。穆婉晴不知道古雄川的身份，只当他是普通的孤寡老人，便关心了他几句。古雄川也有些感动，对穆婉晴印象很好。二人驾车回家的路上，刘青收到雷硕发来的消息，让他注意杨震天动向。此时刘青警惕起来，发现外面的路也不对劲，车子正好开进了小水坑，导致熄火。再次打火，还发现车被锁住了。接下来他们会遇到怎样的情况？我们下集接着讲。